我和妻子林娇娇去医院做试管的路上遭遇车祸，一起重生了。我们都心照不宣，装作陌生人擦肩而过。他转身丢掉了准备给我表白的鲜花，我随手删掉了他的微信。重来一世，他选择了班上苦苦追求他的富二代，享受他家人的资助，去国外读经。我则留在国内，在本地安居乐业。再次相见，在我儿子小学1年级的家长会上，他开着豪车，穿着一身定制西装，看着骑小电驴送孩子上学的我，讽刺道：顾莫成，你竟然要孩子了，一辈子只能开得起小电驴的人生，也值得你老婆去做试管。啧，真是悲惨的人生。我无动于衷，反而看向了他身旁牵着的小男孩。毕竟只有我知道，上辈子不能生的根本不是我。我和林娇娇的再次见面是在我儿子小学1年级的家长会上。我骑着小电驴送儿子上学，在校门口停车时，听到人群中一片惊呼：天哪，这不是保时捷911吗？这车可要300-400万，这孩子一出生就在罗马吧？爸爸妈妈亲自来送儿子上学，这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还这么有钱，这么漂亮，果然和我那种只会窝在沙发上看帅哥跳舞视频的老婆不一样。肯定啊，我们这些社会牛马怎么能和这些开跑车的大老板比？咦，林娇娇，你回国了？刹那间，我听到了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嗓音，漫不经心地说道：去国外读书而已，肯定要回国发展的。没想到，我在听到这个声音，已经是我和林娇娇重生的10年后了。我看见兄弟赵德明走向林娇娇，我在这学校当老师，真巧啊！你儿子小学1年级，我们的老同学顾莫成，你记得不？林娇娇有些不耐，有点印象。他儿子也小学1年级，说不定你俩的孩子还能做同学呢。赵德明眼尖地发现了在人群中的我，瞧说曹操道：莫成也来了。我和林娇娇视线交错，林娇娇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嗤笑的呢喃：儿子，这是当了后爸。我今天出来的匆忙，穿着十分朴素简单，连打理衣服领带的时间都没有，整个人看上去就像风尘仆仆的市井小民，丢在人群里眨眼就没了，也就一张脸白的发光，身材高大，看起来帅气一些。我落落大方的点头示意，和林娇娇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林娇娇冷漠又疏离的颔首，可她看到我身边的小人时，瞳孔骤然放大，目光死死地定在了我儿子的脸上。我儿子的脸和我很像，可能是宿命，我儿子和他儿子竟分到了一个班上。家长会结束，林娇娇如前世一样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嫌弃和得意。顾莫成，你儿子第一次的家长会，你好歹换身新衣服过来，现在的小孩子心里都很敏感，别成天穿得像个扫厕所的扫地大爷，很容易让孩子心里自卑，懂吗？看看你儿子，真是连我儿子半根手指都不如。他一步步向我逼近，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轻声地问：不过真的让我挺意外的，顾莫成你竟然能有孩子。一个这辈子只能坐上电瓶车迎着风雨送孩子上学的男人，他也愿意为你做试管。我瞥了林娇娇一眼，又看向了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前世林娇娇总嘲讽我是只不会下蛋的公鸡，可只有我知道，不能生孩子的人根本不是我。她这孩子怎么来的？难道她心里不清楚？还是说她老公用了什么手段，让她误以为那真的是她的亲生儿子？见我没有说话，她又出言讽刺：果然，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这辈子没有你拖后腿，我过得潇洒又快乐。而你现在混得和乞丐有什么分别？她越说越得意，脸上的嘲笑不断，掏出保时捷911的钥匙，一下又一下地砸在我的脸上。你这辈子恐怕都没看过豪车的钥匙吧？好好看看，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顾莫成，当初你毫不犹豫删掉我微信的时候，没想到会有今天吧？后悔了吗？上一世我和林娇娇结婚，她不安于现状，总想创业，却又总是创业失败，别说买豪车了，就连电动车都买不起。此刻炫耀的语气也格外的真情实感。恭喜你得偿所愿。我无所谓地说，连他甩在面前的豪车钥匙也没看一眼。这种钥匙我家放了一抽屉。仿佛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林娇娇双眼通红，看起来格外不爽，话语从齿缝间吐露：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不甘心吗？我确实没有。而林娇娇已经过上了她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执着于我甘不甘心？难道她要看到我撕心裂肺的摇尾乞怜才能满足吗？还没等我回答，身后就传来了一道低冷又讥讽的嗓音：哟，这不是顾莫成吗？蒋南辉穿着定制的意大利西服，手里拿着爱马仕鳄鱼皮包包，单手插兜朝我缓缓走来。好久不见呀，说起来我还真得感谢你呢。蒋南辉揽住了林娇娇的肩膀，笑着说：听娇娇说，你当初瞧不起她穷酸落魄的样子，令她伤心难过，让她终于发现了我的好。莫成，你可是我们之间的大媒婆啊，不过你也要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就你这样的。蒋南辉望着我，眼神里带着审视，啧啧两声。
看来你过得不太好啊。也是，现在正常的女人哪能看得上你这种穷酸啊？此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一世，我和林娇娇根本就没有恋爱，更别提什么看不起她穷酸落魄。林娇娇为了让蒋南辉更爱她，竟然这么不要脸的拉踩我，简直无耻！我刚想辩驳几句，我是什么人？爸爸一道奶音从我身后响起，儿子举着老师刚发的小红花，直接朝我跑了过来。蒋南辉却直接拦在了我儿子的面前，蹲下身来，装作温和地说：“小朋友，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蒋叔叔。”说着，他狠狠在我儿子的脸上掐了一下，孩子的脸娇嫩，顿时红了一大片。我一把甩开他的手：“蒋南辉，你做什么？”他用手绢擦了擦手，无所谓地说道：“看你家小孩可爱，摸两下不行吗？怎么，你家孩子很金贵吗？真的担心你自己家的孩子？难道没发现孩子的嘴唇都起皮了，该喝水了？”他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一个保温杯，打开杯盖的一瞬间，热气顿时就冒了出来，一看就是刚烧开不久的沸水。我一把拉过儿子，护在了我的身后：“我们不喝，谢谢你的好意。看不起我？喝一点又能怎么样？”蒋南辉不顾我的反对，举着滚烫的水杯就向我儿子走来。我想也没想，直接用手推开他。啊！滚烫的热水瞬间翻倒在了蒋南辉的身上，皮肤被烫红了一大片，但他根本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反而用纸巾一直擦拭衣服和包包，嘴里止不住的念叨：“我的包包和衣服可是新买的，这些不能沾水，不能沾水啊！”围观的其他同学家长们也都看出他这身上一套价值高昂，看向我时都流露出同情的目光。蒋南辉擦拭了很久，抬起头来冲我吼道：“顾莫成，我知道你嫉妒我得到娇娇的爱，看我不顺眼，仇富，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恶心到这个地步，把我的包包和衣服弄坏。你别以为我会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放你一马，赔你给我赔，就算你家穷的揭不开锅，你也得赔我钱。”林娇娇也直接走了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怒目而斥：“顾莫成，你真的过分了！南辉只是好心，想让你家孩子喝点水，你不领情就算了，还把水泼我老婆一身，好心？谁家好心人会拿滚烫的热水喂7岁的孩子？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是故意的，刚刚我只是轻轻的一推，只是不想让那滚烫的热水烫到我的儿子。可不知为何，保温杯直接翻倒，倒在他身上了。我踉跄站稳，紧紧护着我的儿子，我儿子也紧紧抱着我，小红花死死地攥在手心里。不准欺负我爸爸！林娇娇瞥了眼我儿子，隐约不悦，却又看向我，好像真的看穿了我的隐秘心事，当众出言挖苦我：“顾莫成，你看到我老公年轻帅气又有钱，又看到自己那拼多多9块9的上衣，破旧不堪的小电驴，真有这么破防，想害我老公？”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家长们也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天哪，真的没有看出来，还以为好好爸爸很好相处呢，没想到这么小气，计较比他过得好是什么罪过吗？我在旁边看好久了，好像是说他和这个帅哥老公的妻子曾经有过一段，但是人家看不上他，直接破防了，热水往人家身上泼，这不是让人毁容吗？真坏啊！这个社会知人知面不知心，咱少跟他来往，让咱孩子也别跟他们家孩子玩，谁知道他儿子会不会遗传他的劣质基因，到时候出事就麻烦了。周围的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也是气笑了，可越是如此，越要解释清楚。首先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了，谁会给一个7岁的孩子喝滚烫的热水？其次，作为一个父亲，不想让孩子喝陌生人的东西，难道有错？蒋南辉却凉飕飕地看着我：“顾莫成，我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也是真心觉得你家孩子可爱，看你孩子口可才投喂的，可你却这么阴谋论，真是让人寒心。我看你就是对娇娇念念不忘，今时今日，你很后悔吧？”我看向他，我后悔什么？蒋南辉高傲道：“娇娇在我父亲的扶持下，现在已经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有钱有颜，还给我生了这么优秀的儿子。你错过了这么好的女人，当然后悔。”你说笑了，我心如磐石，我真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听完这话，林娇娇冷笑一声，压根不信。你的嘴一如既往的硬，见到前任过得比你好，我生的儿子又比你儿子强，承认后悔有这么难？看林娇娇如此炫耀她的财富和她的亲生儿子，一味地向我证明她跟前世的日子过得截然不同，我觉得可笑。她儿子跟她长得一点也不像，她眼瞎的看不出来吗？她有没有怀孕，有没有生过孩子，她自己身为当事人难道不知道？真是奇了怪，可我不想和他们过多纠缠。包包和衣服多少钱？我直接转给你们，你要赔给我。蒋南辉笑了，大笑特笑，讥讽道：“你知道这套衣服和这个包加起来一共多少钱吗？就这个包，仅仅是配货就需要15万大姐，你穿着拼多多，开着2手雅迪，赔得起吗？他们怎么就这么喜欢狗眼看人低？我既然要赔钱，难道还拿不出来相应的赔款？”我深呼吸，平静心情。没错，我的穿着，包括我的车都不值钱，但是不代表我没钱赔你，你只需要把银行卡号告诉我。蒋南辉偏不信我能赔付，其实我也不是有意为难你，
我知道不会下蛋的鸡，拿到蛋之后都会溺爱的不行。不过你也真是大度，不是自己的种也这么用心护着，真是可怜啊。我眼神终于冷下来，蓦地扬手，又重又狠地甩了蒋南辉一巴掌。老子忍你很久了，你儿子才他妈是野种。听到我这话，蒋南辉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呆滞，但是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歇斯底里的怒吼：顾莫成，你疯了吧？你这个蠢货是不是脑子有病？我却没有错过他眼下的难堪，看来真的有猫腻。就在此时，林娇娇赶忙走上来，将蒋南辉护在了身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没有防备，而且我根本不打女人，幸亏下了班的赵德明看见，连忙扶住了我。我只有7岁的儿子也像个英勇的骑士一样站在我的身前，他鼓着腮帮，瞪着比他高大太多的林娇娇。你要是再欺负我爸爸，我就要生气了。赵德明开口劝解，大家都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千万别激动啊。激动？你好好看清楚是谁先打人的。林娇娇凶神恶煞的用手指指着我的脸说：顾莫成，老子是给你脸了是吗？你个穷酸的破落户，竟然敢这么对我的老公蒋南辉，你不会真的把自己当盘菜了吧？我不需要你给我脸，他当着众人的面这么诋毁我的儿子，难道我就不能反击吗？我冷笑，不过我不想因为前世的烂人牵扯到我老婆和儿子身上，这件事我要做到绝无过错。我都说了，该付的赔偿我都会付，可是你老公不依不饶，甚至恶意造谣和重伤我和我的孩子，你放心，我是个守法公民，打他一巴掌的医药费我自然会补偿。还没等我说完，林娇娇冷笑，恶狠狠地问：顾莫成，你脑子没病吧？装什么大款？你赔得起吗？我直视他的眼睛，一字一顿：账号给我。顾莫成，你真应该收一下你要强的脾气，否则我们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你知道这一共多少钱吗？最起码50万，难道你要倾家荡产跟我们一起赌气吗？我不想听他的说教，语气不耐烦地再次重复，声音也提高了些。账号给我。林娇娇压低声音威胁：你根本就不能生，如果再负债50多万，你觉得你老婆还会要你吗？账号给我。他咬牙，不识好人心：顾莫成，你可别后悔，娇娇别跟这种人废话。蒋南辉看到自己的老婆竟然暗地里帮我，整个人都快气炸了。既然我们的老同学不领情，想要死装这个面子，那我们就成全他。我现在就把账号给你，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赔得起。得到了蒋南辉的示意，林娇娇也没有犹豫，直接展示了收款码。我打开软件，准备直接转账。交易密码弹出来的一瞬间，我有些呆了。结婚那么多年，我从来没亲自付过钱，密码反而有些记不清了。输入密码，提示密码错误。想了想，又输入了另外一个密码，依旧错误。真是好日子过久了，记忆都减退了。林娇娇就一直举着收款码和蒋南辉在一旁等着。来来往往的同学家长们都停下脚步，准备看这出好戏。蒋南辉见我一直没有转钱过来，捂着嘴直接笑了：顾莫成，你不是死装吗？钱呢？怎么我老婆的手都要举酸了？你1毛钱都没有转过来啊？怎么？总不会限额了吧？此时周围的人都能看到林娇娇的手机没有丝毫的动静。我解释：太久没用，密码忘了。哈哈，蒋南辉讽刺的讥笑，想了半天就想了这么一个借口。你可真有意思。林娇娇看向我的眼神也充满了鄙夷，就连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同学家长们也开始窃窃私语，还以为豪豪爸爸真要承担责任呢，没想到只是口嗨啊！现在哪有谁能把密码给忘了？人家又不傻，直接赔出去50多万，下辈子不要过了是吧？本来另外夫妻2人都决定放过他了，可是他非要装大款，没想到人家直接把收款码拿了出来，这下装逼装到铁板子上了吧？真是有够丢人的。蒋南辉上下打量着我，那你说说吧，你决定怎么还这个钱？分期付款吗？还是去做裸贷？就你这样，10万块钱都危险吧？这50万你总不会要还一辈子吧？我无奈，忘记密码，确实我也没有想到。要不找个刷卡机，我直接把钱刷给你们。老婆给我的卡从来都是没有密码的，我出门刷卡也用不着密码。你能不能别再装了？承认自己混得不好，没钱，穷酸，很难吗？林娇娇皱眉，已经不想再听我的辩解。50万，这事儿解决不了的话，顾莫成你可是要坐牢的。蒋南辉笑眯眯地看着我，本来就想让你道个歉，现在被你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你可得跪下来求我放过你才行。周围人哄笑着想要看我的热闹。好在下一刻，人群中传来了一道娇媚又熟悉的嗓音：谁要下跪？盛一欢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学校的校长和董事。人群中传来了阵阵惊呼：是盛总，是女首富，他怎么会在这儿？他就这样穿过人群，直直地走到了我的身边。他看着眼前的场景，自然也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微微皱眉：发生什么事儿了？林娇娇是商人，自然想攀上盛一欢的高枝。
有些讨好的解释：“盛总，只是一些小误会罢了。”林娇娇转头对自己的老公蒋南辉说道：“南辉，咱们不和这种人一般见识，更何况盛总现在还在这里，也没有必要闹成这样，让人看笑话。”蒋南辉是富二代骄横惯了，自然看不惯自己老婆小心翼翼的样子，不管不顾，盛气凌人的说道：“盛总再又怎么了？我难道就要原谅别人的不知好歹，让这个穷酸货踩在我头上？大家伙评评理，他拿开水泼我，本来我都打算不和他计较了，可他倒好，根本不领情，甚至还甩我一巴掌，又说要还钱，结果半天一毛都没有，简直把我们当猴，耍我让他跪下道歉，有错吗？盛总，我想要个说法，总没错吧？是吗？”盛一欢转头看向我，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你真的这么勇，又泼人开水，又甩人一巴掌？盛总，你是不知道，我是个有素质的人，不想当面说别人的坏话，可是有些男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己上赶着犯贱，他嫉妒我和林娇娇在一起，觉得自己痛失好女人，所以就故意为难我。”蒋南辉说着说着，开始展示起自己包上的水渍。“盛总，你应该认识这是爱马仕的包，也应该知道这包光配货就要15万吧？”盛一欢的脸色越来越黑。蒋南辉见状更加卖力的吐槽：“像他这种凤凰男，肯定也认出来了，不过觉得我们是老同学不会追究，才这么的变本加厉。你真的嫉妒他？”盛一欢转头问我，语气十分的委屈。我无奈：“怎么可能？疯了吗？确实，样样都比不过我。”他上下打量着林娇娇，自顾自话的来了一句。蒋南辉看到盛一欢的脸色又缓和了下来，有些不悦：“盛总，你不会是看上盛一欢这个穷酸货了吧？他身上的衣服可是9块9包邮。”盛一欢非常认可：“挺好的，该花花该省省，多么持家啊！”听到这句夸赞，我的脸瞬间通红。可是盛一欢却说的无比大方，好像他打心底就是这么认为的。跟着走来的校长和董事也十分惊讶，我想他们没有看过盛一欢的这一面，毕竟谁都不知道商业精英盛一欢恨嫁，刚到法定年龄就结婚了。本来重活一世，我是不打算再经历婚姻的。从彼此相爱到互相埋怨的过程，简直太过痛苦和窒息了。盛一欢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反而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他总会第一个出现。后来我渐渐的发现，原来真的有女人温柔似水，愿意陪我一起扛下一切。她们不会把自己的不成功怪在自己的老公身上，也不会把老公当畜生。上辈子并不是婚姻不好，而是走进婚姻的我和林娇娇2个人并不般配。我又勇敢了一次，这一次我没有输。盛一欢有些担忧的问：“你还好吗？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太长时间没自己花钱了，密码都忘得一干二净，你帮我给他们转50万吧。”我有些尴尬的回答：“收款码。”听完这句话，盛一欢示意林娇娇把手机掏出来，在场众人都惊呆了。林娇娇的脸色也肉眼可见的逐渐铁青了起来：“盛总，这是我们和老同学之间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收你的钱？顾墨成，你也太下贱了，在学校里都要勾引女人为你付钱吗？”盛总心善，你真不会还要舔着脸的接受吧？蒋南辉此时嫉妒的都快要发狂了。他不理解，就这么穷酸的一个男人，为什么总有女人给他出头？这也是我的事儿，收款码，我不想再重复一遍。盛一欢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还有些得意。林娇娇和蒋南辉简直气坏了，却又不敢违背盛一欢的意思。他们本来是想给我难堪，通过贬低我来展现他们现在生活有多优越。林娇娇无奈又举起了收款码，不过几秒钟的时间，50万就直接到账。蒋南辉不可置信的嘶吼：“盛总，你真愿意做冤大头，给这个贱人赔50万？”盛一欢有些冰冷的开口：“这位先生，注意你的措辞，如果你再对我的老公出言不逊的话，我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一下，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盛一欢的话。蒋南辉十分的诧异：“你老公？你老公不会是顾墨成吧？”盛一欢直接走到我和儿子中间，直接埋进我的怀里的同时，隔开了儿子：“怎么，我们看上去不般配吗？”儿子顿时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顾墨成，你既然娶了盛一欢，蒋南辉不可置信，连声音都变得尖锐了。那你装什么穷气什么小电驴？我儿子则一脸激动：“大叔，你不觉得电动自行车贼酷吗？”确实，我儿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羡慕别的爸爸妈妈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别的小朋友去上学。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我爸早上买菜的电动车骑了出来，意识到自己嘲讽了一个比自己有钱数倍的人。蒋南辉和林娇娇2个人瞬间尴尬，脸红到无地自容。他们刚刚还认为我生活贫穷，一定嫉妒羡慕他们人上人的生活，没有想到我早就站在了他们触及不到的阶层。就因为知道盛一欢不仅是龙头企业的总裁，更是 A 市的首富，年纪轻轻靠自己坐拥1000亿资产，甚至他们托关系都难得见盛总一面。可是他们却在这里嘲讽盛一欢名正言顺的，更是经商大佬的老公。
所以此刻的他们才会这般的羞愧难当。周围同学的家长们像墙头草一样，看着他们的眼神瞬间变了，纷纷斥责这两人狗眼看人低。在了解了我和盛一欢的这层关系之后，原本冷嘲热讽的同学家长顿时变得热情了起来，一个个上来想要和我打招呼，加微信，交谈教育心得。盛一欢将我护在怀中，不好意思，我老公性格内向，不爱社交。明白，盛总，我们可不是仗着自己家里有点钱就欺压打压别人的人，既然顾先生不喜欢，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听着周围人阴阳怪气的说法，蒋南辉哪里受过这个气，脸色变得格外难看。他想要转头求自己的老婆安慰，希望自己的老婆也能像盛一欢一样帮他辩解两句。没想到林娇娇从头到尾都没有看他一眼，反而将视线直勾勾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被一个女人这样赤裸裸地盯着，真的有一种生理性厌恶。可我早就不是从前的我。我抬眸冷冷地看了过去，林娇娇眼眸有些猩红，牙齿咬得嘴唇微微泛白，仿佛在压抑着什么极大的怒火，下一秒就上来把我撕碎。但我始终不明白，我们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人生，他究竟在生什么气？盛一欢自然也注意到了那道目光，他眼神警告林娇娇：“你是对我老公有意见吗？”“不敢，怎么会呢？”林娇娇默默收回了视线，她狠狠地掐着自己手中的保时捷钥匙，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仿佛在思索什么。后来，甚至家长会还没有结束，他们二人就借口有事提前离场了。回到家中，盛一欢有些委屈地窝在了我的怀里，酸溜溜地说：“那个姓林的不会对我的宝贝老公有意思吧？”我十分笃定地回答：“不会，他只是不想我在离开他之后过得比上辈子还好，因为在他的眼里，上辈子他混成那样，全都是我的错。我这辈子就应该赎罪，就应该穷困潦倒，就应该为了放弃他这件事儿懊悔终身。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没有了他，我活得比上辈子好得多。”盛一欢继续酸溜溜地质问：“那你呢？是不是还惦记你的老同学？”我无奈，轻轻在他唇角一吻：“笨蛋，怎么可能？”盛一欢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顺便加深了这个吻，语气沙哑魅惑地在我耳边说：“老公，我爱你。”小豪说他还想要个妹妹，折腾了一夜。第二天送儿子上学时，我在校门口就看到了林娇娇。她说：“顾莫成，谈一谈。”我们来到了学校街角的咖啡店，坐下的那一刻，林娇娇露出了得逞的笑容，仿佛她又把我牢牢地掌控在手心。“你这辈子确实娶到了盛一欢，但承认吧，你就是忘不了我。为什么他永远这么自信？有什么话直说行吗？”他说：“莫成，你知道吗？上辈子在这个时间，我肚子还没有动静，我们依旧在各个城市寻找好的试管医院。”林娇娇仿佛陷入了什么回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那个时候我是埋怨过你的，我太想成为一个母亲了。你既然给不了我想要的支持，连孩子也不能给我，重活一世，我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自然没有什么错。”我点了点头，认可了他的说法。上辈子不仅是他在煎熬，我更加的煎熬，我好像是他嘴里最失败的男人，活着都浪费空气。那种痛苦，我始终都不明白，当初是怎么硬生生的熬过来的。林娇娇继续说：“这辈子见到你的时候，看到你7岁大的儿子，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意外。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你甘愿当后爸？看到是盛一欢的那一刻，我彻底想通了。毕竟钱也是一种很大的诱惑，我没有做试管。”我坦诚相告。他则眼神一亮：“难道你的孩子是你和盛一欢领养的，还是盛一欢未婚先孕生的？我就知道，上辈子我求而不得的东西，这辈子别人怎么能轻易拥有？我实在不忍心打破他的幻想。但是我依旧要说，我的儿子是我夫人怀胎10月生下来的，没有做试管，怀孕的过程很顺利，结婚第2年就有了，不可能。”林娇娇震惊地站起，有些撕心裂肺地朝我怒吼：“绝对不可能！顾莫成，你根本生不出孩子！”我就这么看着气急败坏的林娇娇，没有笑，也没有生气，甚至面无表情。此刻我真的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很可怜。犹豫再三，我还是开了口：“为什么今天答应出来和你谈一谈？不是对你还有感情，是有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林娇娇，你就没有想过，其实不能生的是你？”不可能！林娇娇的表情逐渐有些癫狂。我的儿子都那么大了，你说我不能生？我懂了，你是想故意刺激我，对不对？我告诉你，顾莫成，你的算盘打错了，我永远不会后悔的，永远不会。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和蒋南辉在一起，他能给我想要的资源，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我也没有只靠他们家，我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国际大都市出人头地了，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咱们当年的同学，谁做到我这种地步了？你不可否认，我就是比上辈子活得成功。他越说越激动，仿佛想要证明些什么。我喝着面前的咖啡，并没有打断他说话，直到他看着我一直默不作声，才生气地质问我：“怎么了？说不出来了吧？
林娇娇，上辈子的我真的很爱你，因为爱你，所以在拿到你体检报告的那一刻，我把你不孕的事儿隐瞒了下来。其实我真的觉得当时的自己非常蠢，无论你妈怎么说我，说我连男人最基本的事都做不到，当什么男人不如当太监，我都没有反驳过一句，因为我知道你要强，比我更要面子。如果这件事非得有一个人承担的话，还不如是我。可是我错了，我以为你会理解我，没想到在你的心里，我成了一个瞧不起你穷酸落魄，瞧不起你创业失败的不会生孩子的男人。这辈子你的确很努力，也很优秀。可是林娇娇，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了。今天我见你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深藏多年的秘密告诉你。我不想那么累了，上辈子为了保守这个秘密，我真的太累了。我话还没说完，林娇娇就听不下去了。她说：“你觉得我会听信你的鬼话吗？我的儿子都7岁了，他和我长得多像啊，而且能怀疑当爸爸的，怎么敢怀疑当妈妈的？你别太搞笑，我不能生。你简直在开玩笑。是啊，他向来自信，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一只不会下蛋的鸡呢？”我不再多说什么，转身就走。他拉住了我的衣袖，我没有看他的表情，可是他的声音却有些哽咽。顾墨城，这辈子没我的陪伴，你有过1分1秒的后悔吗？我没有回头，平静的回复：从未后悔。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见，就算见到，也要当作互不相识。我狠狠地甩开了林娇娇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女人的疑心果然重。林娇娇第2天就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测，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不孕2个字彻底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又不信邪的去做了亲子鉴定，儿子果然不是她自己亲生的。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以为彻底活出了人样，没想从头到尾都戴上了一顶巨大的绿帽子。她也终于弄明白了，所谓怀孕，不过就是她肚子里长了颗瘤，怀孕肚子不大，是因为瘤不大。所有的孕反孕期的不幸，那都是瘤子折磨的。最后瘤子做掉，她老公把外面的孩子抱回来，就成了她的孩子。因为她不懂，所以她真的信了。于是她开始展开了精心的报复，在她公公婆婆的饭菜里下药，让他们成为了植物人，通过计谋转移了公司的财产，把蒋南辉赶出了公司，就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放过，让他们负债累累，无路可走。蒋南辉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只能出去卖身。1年后，蒋南辉不幸感染上了脏病，躲在公司的地下停车库，拿着一把匕首狠狠地扎入了林娇娇的肚子上，一刀又一刀。他无力的怒吼：“是我逼你倒插门的吗？你吃我的喝我的，我爸妈出钱让你出国镀金，你能有今天都是我们家培养的。你只不过被戴了一顶绿帽子，更何况你就是一个下不了蛋的母鸡，有个儿子给你养老不错了，你竟然这么害我们！你个贱东西拜金女，是我逼你的吗？你凭什么把一切都怪在我头上？”挣扎在血泊里的林娇娇，仿佛这一刻彻底明白了，她就是这么一个恶心的女人，喜欢逃脱责任，逃避真相，把所有的错都推在男人的身上。上辈子其实她也发现自己可能有问题，可是她习惯性的把所有的错都推在了顾墨城的身上，习惯性的忽略了她前世陪顾墨城去医院时，医生那隐晦的眼神和医生所说的姑娘，你这卵子质量挺好，可是她就是不想承认。所以她上辈子默认了母亲对自己老公的评价，漠视了在羞辱里磨成的痛苦，甚至最后会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创业的失败也习惯性的全推到他的身上，哪怕是出车祸的那天，哪怕是重生归来他们最后见面的那一刻，他都不想承认是自己错了。可是现在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可怕的怪物，面不可憎又不知悔改。他活该失去了顾墨城的爱，他配不上那个处处为自己着想的老公。再一次得知林娇娇的消息是在新闻头条上，蒋南辉彻底发疯，把儿子从楼上推了下去，又用树刀结束了林娇娇的生命。我心里还是会有惋惜，可是也仅仅如此了。现在之前的种种全部都如过眼云烟，都过去了。我不知道林娇娇会不会再重生，我只祈求以后我和她不要再有任何的交集。盛一欢仿佛看出了我情绪不对劲，从身后环抱住我：“老公，怎么了？心情不好？”我笑着将盛一欢揽在了怀里，看着摆弄汽车模型的儿子，窗户上倒映着我们幸福的一家3口。我笑了，转身捏了捏他的脸颊：“有你们怎么会不开心呢？我知道这一世我拥有了崭新的人生，爱人相伴，不再孤单。”